大家好，我是旅游王阿达，开玩笑的。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就知道啊，我又来日本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之前阿达介绍过很多那个出国上网的方案，比如说像原门号漫游啊，或者是 WiFi 机啊。或者是说你去办那个漫游卡 eSIM 啊等啊，那这次阿达来到日本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现在非常流行的 eSIM 网卡。以前啊，如果你出国要上网的时候，对不对？通常来说，你可能就是会去办一些实体的 SIM 卡，比如说你就去网络买一些上网用的门号，这种卡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使用上也很简单，你只要把它拿出来装到手机里面去啊，大部分都能用。少部分的业者啊，需要你自己手动去设定 APN， 不然啊装了也不能用。但是呢，eSIM 网卡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一般来说啊，你只要点几下，就直接能开通使用。尤其是啊，像 iPhone 这种手机啊，在它支援 eSIM 之后啊，你如果说那个漫游业者没有 eSIM 的话，讲实话，它就已经落伍，就已经逊了。那这次阿达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啊，最近口碑很好，而且号称啊，真的不降速的一个 DJB 上网 eSIM 网卡。那在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简单科普一下什么叫 eSIM。eSIM 呢，就是所谓的砍入式的 SIM 卡，它是直接被内建在行动装置的通讯电路板，可以实现对任何行动装置无实体 SIM 卡的远距离开通，可以节省传统手机里面的 SIM 卡空间，同时也减少传统 SIM 卡可以被任意取出的缺点。那 iPhone 部分呢，从 XR 开始它都内建这个功能。除非你买的是那种中国版双卡的那个版本，不然的话 iPhone 原则上这几代全部都支援 eSIM 功能。那部分的 Enjoy 手机也有支援 eSIM，你像 Pixel 还有 Vivo 这些手机少部分的话它也是有支援的。如果你是使用 Enjoy 手机的话，那麻烦你先查一下你的手机型号到底支不支援 eSIM， 以免你买了之后不能用。不过如果你是 Enjoy 手机的话，老实讲你可以用这种 DJB 也卖实体的 SIM 卡，用这种的话就比较万无一失。使用上就不会说还要分什么机型，原则上装了就能用。以旅游这个情境来说以前我们这手机还要用个退卡针把信卡退出来，然后再装信卡进去，然后再设定。eSIM都没有这个问题。不过要注意的是你必须在一个有网络环境去设定。个人是建议说，你就像这种公共环境，像机场有免费网络，或者像那个地铁站会有免费网络的地方来做开通的动作。现在机场你只要在行李盘那边等一下，简单的动作做一下，然后设定完出关，你就马上使用，相当的方便。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你去 DJB 的网站先选择你要去什么国家。而且 DJB 跟其他业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号称真的是吃到饱，而且是不降速的。那跟其他坊间日本的一些漫游业者不一样，像一般的业者，他可能就是跟一间电信公司合作。假设你是中华电信还是什么电信，他可能就是跟 SoftBank Docomo 这一类电信业者直接做合作漫游。那 DJB 呢不一样。它一次跟日本最大的4个电信公司都有合作，哪个业者信号没就跳到别的业者去，让你在外面上网，保证不会断线。那另外DJB 它在上网的时候，它相对的比较有弹性，它只有第一天是230块，之后你每增加1天就是加100块，一次最高可以买30天等于是你买越多天是省越多的，而且相对一般的原门号漫游来讲，便宜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因为eSIM它有个弹性的好处，就是说你想要旅游几天，你就买几天，你也不怕多买或者说买不够。这一点我是觉得相当的方便，不怕像实体卡买了之后久没用，就过期就不能用了这是很麻烦。好，接下来教大家怎么设定那以 iPhone 为例如果说你是买 DJB 的eSIM 网卡的话，上网购买完，你应该会收到一封 email， 它的 email 热等，然后你把它印出来会有4张。但是呢，你只要列印其中有1张就好。它的原则上，好几张里面，这 QR code 是重复的，所以你只要印其中有 QR code 这1张就好。那它下面这边也有启动码。接下来我用我的 iPhone 来设定给大家看。好，首先呢，只要这样开启相机，然后在有网络环境下这样子扫 QR code， 我看到一个行动方案，我手机上出现一个行动方案，我就给它点下去。他就问你要不要启动 eSIM， 那我们就给他点继续。当然，有没有超简单？这样子你就已经启动eSIM了。接下来你就要把你的网络就改成使用eSIM上网。然后在连线的时候，记得要关闭飞行模式
然后这边它就会连线成功。哦，那这里呢，记得哦，你就要把你的网络这边哦，将这个业者改成主要的，然后再完成就好。就你原本的门号要改为次要，哦，这样子，那再继续。那这个呢，就是看用哪个打电话哦，因为次要才是我们原门号，你可以选择这一个，检查一下，主门号就是这一个，然后按继续，就以这个主要门号为主，按完成。那看到没有？我们原本的中华电信的信号就变次要了，那 SoftBank 这就变主要了，就可以在这边上网。哦，那这里我就要关掉 WiFi， 也是可以上网的。好，设定完毕了哈，那现在可以上网了。现在阿达就要到大阪跟京都各地去测试网速，走。好，现在我们在大阪的道顿窟哦，现在人这边非常非常多哦，就是大阪人最多的区域之一。那我们在这里直接来测试啊，哦 ，DJB 的网卡跟中华电信的元号漫游这两个呢上网比较快。好，我们就直接开始。好，来看一下哦，中华电信在这边的速度是下载69.9，上传是9.2，DJB 的速度是84.4跟14.3。好，我们现在在大阪城哈，那现在樱花接近满开了，我们直接在这边做个简单的测速。那个 DJB 好玩了，下载是37.3，上传是15.5。好，那来看一下。中华电信在这边是下载10.6，上传是3 M。好，我们现在在大阪梅田车站，那我们直接来给它测速看。DJB 好玩了，大家看一下，下载是111，然后上传是17.4。中华这边是35.6，上传是0.83。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京都的4条河原町哦，那这边呢是京都人最多的地方，也是百货公司最多的地方。那后面这个大叶高岛屋啊，里面它有一个任天堂的专卖店，非常好逛，建议大家一定要来。好，那我们这边继续测速，好玩了。来看一下 DJB 最高的时候到118，上传是17.7，那中华是48.1跟0.99。我现在在京都醍醐寺，那接下来我们一样继续来测试中华电信跟 DJB 网卡的一个速度表现。来 ，DJB 是73.1下载，上传呢是17。那看一下中华，中华在这边呢是30.1跟17.8。好，这个地方呢是京都的福建哈，这也是这次我京都行少见哈。大概开了80%的一个地方啊，那观光客也很多，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简单测速。DJB 下载是21.8，上传3.44。中华电信漫游是34.1跟10.8。好，经过9天之后，快乐时光总是过很快哈，我现在已经准备要出境要回家了哈。那在这几天呢，我在大阪还有京都的一些景点有测速了 DJB 网卡的一个网络速度，相信大家应该对它的表现有一定的了解。那我自己使用 DJB 网卡，自己的感觉是觉得说，第一个它在 iPhone 的使用上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你只要扫 QR code， 什么事都不用做，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设定完成。如果说你是 Android 手机的话，它有实体的 SIM 卡可以安装。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用量比较大的话，提醒你要买 Plus 的版本。Plus 的版本呢是真的不限量吃到饱，然后分享给你的亲友使用也都没问题。那这一点要注意一下。那我自己使用感觉是说，它的信号非常不错，因为它可以使用4大电信业者的一个信号，所以使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呢，也不用担心它流量爆掉或者是不能用。最重要是它价格不贵就看你的用量，你要用多久。就自己去慢慢往后延伸相当的方便与实用。比起你自己要原门号漫游，一天可能就要160到200块相比的话 ，DJB 的网卡我是觉得是相当的方便。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大家试用看看。在下面也有购买网址。我是电网阿达，如果喜欢这影片，就要按赞、订阅、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